索契是一座魅力獨特的城市，它既有黑海的柔情，又有高加索山脈的雄渾。作為俄羅斯最受歡迎的度假勝地之一，索契因水火交融的自然景觀和承辦2014年冬奧會的輝煌歷史而聞名於世。由於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中海氣候區之一，所以你可以實現上午在山上滑雪，下午在海邊游泳的奇妙體驗。可偏偏在這座頂級的旅遊勝地，我遭遇了我環球旅行以來最倒霉的一次經歷。我和我的徒弟威貢從第比利斯飛到了索契。這裡是第比利斯的機場。一落地，我就花了2000盧布買了一張不能用的俄羅斯手機卡。來索契滑雪有3個區域可以選擇住宿：市中心、機場附近的奧運村，還有直接住雪場，或者雪場附近一處叫做 Krasnaya Polyana 的地方。這個 Krasnaya Polyana 價格要比雪場便宜很多，也有青旅和商業區，離滑雪場只有10幾公里，是最佳的選擇。然而我沒有選它。離滑雪場第2近的機場奧運村有價格非常優惠的住宿，也有很多地方可以逛，也是非常不錯的選擇。然而我也沒有選它。我最終選擇了距離雪場近3個小時車程的索契市中心。冬天的索契市中心巨無聊，這塊是適合夏天來度假的濱海城市，冬天一片荒涼。最終我在索契市中心選了一家很有東方特色的酒店，環境還可以，價格也很 nice。我以為是中式酒店，到了之後才發現是日式的建築。但是不是說日式嗎？為什麼裡面是中式的元素？大家肯定覺得這也沒多差呀。別急，下一個噩夢，隆重介紹一下我的徒弟威貢。他是來自世界上最寒冷的有人類居住的城市雅庫茨克。他也是我在阿拉木圖滑雪時收的徒弟，一路跟隨我從哈薩克斯坦滑到格魯吉亞，現在又到了索契。我徒弟對我說，他早一天在格魯吉亞滑得太猛了，渾身酸痛，能不能明天30號先不去滑，休息一天，後天31號再來一個跨年滑雪。我說我行程都安排好了，明天必須滑，後天跨年就在市中心拍拍當地過新年的氣氛，到了晚上找個嗨點的酒吧好好的慶祝過新年。正在我們商討不下的時候，他請我吃了一頓飯，然後我就答應他了，同意明天休息，跨年那天滑雪。哇塞！因為索契跟烏克蘭隔海相望，距離很近。為了防止烏克蘭的無人機襲擊，索契部署了信號干擾系統，所有4G、5G 信號都被屏蔽了，大家手機只能連 WiFi 上網。所以我在索契的這幾天，只要一出酒店就進入了斷網的狀態，連導航都沒了。這位網約車司機告訴我，他們之前因為斷網，連客人的位置都無法定位到。後來司機們集體抗議，才把網約車的 App 放開了網絡。但當我到了銀行時，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。我手機突然有網了，來，我給大家展示一下啊，展示一下這個。現在我要發送了啊，我現在應該是還有網的，在這個位置，就在這個銀行附近。然後我走幾步，走到這裡，你看這個圈圈在轉，已經發不出去了。好，我再回来。走到這個位置，好，發出去了。今天一早天還沒亮，我們就出發前往玫瑰莊園滑雪場了。一路上不停地下着雨，我迷迷糊糊地睡過去了。一覺醒來後，被車窗外的景色給驚到了。一覺醒來，窗外已經變成這樣，真的太美了，這簡直就是冰雪奇緣的世界啊！這次滑雪行程到現在也見識過不少冰雪了，但是還是被索契的這幅雪景給震驚到了，一切糟心事全都忘記。這裡就是玫瑰莊園滑雪場，是俄羅斯滑雪場的天花板。它不僅是俄羅斯規模最大、設施最先進的滑雪場，更是2014年索契冬奧會高山滑雪、單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的核心賽場。這裡擁有長達102公里的雪道，
垂直落差高達1534米。無論你是職業滑手還是初學者，都可以在這裡找到適合的坡度。由於先進的造雪系統和高海拔地理優勢，這裡的雪期可以從12月中旬持續到次年的4月底。不過這裡的雪票真的是貴，差不多折合人民幣500多。但這一點並不影響我們滑雪的心情，因為這裡的雪真的是太棒了。這裡是我目前滑到過的最粉的雪，雪道也是巨寬。我栽了，挖了半天都挖不出去。我的這眼鏡起雾太嚴重了，我根本看不清楚。然後這塊雪這麼厚，我以為是個平地呢，結果直接扎進去了，現在腳動都動不了。今天真的是溫度太高了，然後我们里面哈的气把里面全都搞得煙霧繚繞。啊！他老朝別人吐氣，然後咳嗽，哎呦，真是。然後隨地吐痰，朝別人哈氣，然後別人在拍視頻的時候，他老喜歡打斷，然後我拍着拍着，然後他見我不回應他，他還會就是懟我這個胳膊肘，哎，我跟你說，那種，你知道。怎麼會？他怎麼會這樣子？潑猴，真的就是一個潑猴。然後我一直跟他說，哎，你改一下吧，你不要這樣，最起碼隨地吐痰給我改掉。你長得這麼像我們中國人，你隨地吐痰，等會兒人家說這是中國人不講素質，那到時候鍋要我們來背，多不好啊，是不是？板子放在外面，先去上個廁所。那接下來讓我們看一下這裡的餐食性價比怎麼樣。配套真的很棒啊！这里有非常多的這些小碟的沙拉，然後這裡有湯 ，ris，давайте спасибо。Скажите, пожалуйста, можно же с собой на вынос? Да, конечно. 來，再來個 mors。點了個紅甜菜湯，它東西都是非常小份的，非常的小份，所以這個價格算起來還是蠻高的。這頓飯一共吃了1880盧布，折合人民幣166。看一下我這衣服下面雪化出來的水。吃完飯滑了2趟就準備下山了。下山後看到很多人在拍雪景，很多孩子在打雪仗。很可惜我們只滑了1天，因為今天我們計劃要過跨年夜，晚上一定少不了好好喝上一頓，所以第2天就準備睡懶覺了。可是沒想到的是，回市區的道路全部堵死了。因為跨年夜對俄羅斯人來說是最重要的節日，路上的車是往常的好幾倍，不管是出租車、私家車還是公車，全部堵在了路上。好不容易擠上了一輛公車之後，我坐在車裡睡了40分鐘，醒來後發現車還在原地。我徒弟提醒我說，咱們下車步行吧，很多人都下車了。於是我們無奈地下了車，背着雪具，在滿是雪泥的道路上步履蹣跚。好好一個跨年，被搞得跟末日逃亡一樣。我一路走一路抱怨，好好的按照我的計劃來，今天就不會有這麼慘的遭遇了。我看到了非常有愛的一幕。Happy New Year！ 他們在趴在窗戶上跟我說，為了即將到來的，也就是類似於新年快樂一樣。俄羅斯人他們是新年之前，他們不說 Happy New Year， 他們是說 Sa nastupajushi， 就是祝即將到來的。我們大概走了10幾公里，到了一處叫 Krasnaya Polyana 的地方。看着路上的擁堵情況緩解了很多，於是我們就在這裡的公車站等車了。回頭看到這塊區域是一個很熱鬧的商區，有餐廳、酒吧、酒店、青旅。如果下次再來索契滑雪，一定要選擇住在這裡。終於等到車了，上車之後隱約感覺到這輛車好像就是我之前睡了40分鐘的那一輛，但這時的我已經不想再糾結了，我身上被雪水濕透了，開始隱隱發出酸臭味。現在是10點20，現在才到酒店，所有的計劃全泡湯。到了酒店，洗完了澡，
打開了電視。哎，這時烏伊貢給我發來了信息，問我要不要出來玩。我沒有回復他。俄羅斯春晚主持人的風采，唉，現在淪落到看俄羅斯春晚。2026年的第一天，外面全是雪。第二天，我退了房，坐車去了奧運村，在那邊訂了一家很便宜的青旅。哎，這個可以，你看，就這樣一個 block 進來，它有2個房間，這邊一個房間我不睡了，我就直接關掉了。它這邊一個房間2張床，那它這個是一個青旅，如果它還有其他人入住的話，那麼比如說另外1張床也會有人睡，那現在沒有人，那等於說這一個 block 裡面就只有我一個人。放下行李後，我就出發去逛奧運村了。索契奧運村非常大，但逛的人很少。然後我身後就是環成一圈的這個旗子，然後中間就是曾經的那個奧運火炬的點火點。這時的我氣頭早就過了，我突然感覺到我昨天那樣對烏伊貢挺過分的。昨天也不能全怪他，如果不是我把酒店訂在了索契市中心，不管回程有多擁堵，完全可以有充分的時間過好一個跨年夜。所以我給他發了信息，約他晚上在奧運村附近找個酒館補過一下跨年。而且索契之後我們就要分道揚鑣了，他要回雅庫茨克，我要繼續前往我下一站滑雪目的地基洛夫斯克。再次見面，相視一笑，昨日的一切都被一杯酒給沖刷得無影無蹤。我總是喜歡嚴謹地規劃自己想要做的事，當計劃被破壞時，我總是非常的惱怒，一種諸事皆不順的情緒。但這一路走來，我越想按我的計劃，事情就會越偏離軌道。是不是我一開始就錯了？旅行的意義和它珍貴的地方，是否就是這些不確定性呢？當你用消極的態度面對它時，它就是你的阻礙；當你用積極的態度對待它時，它或許就是你遇到的驚喜。如果昨晚我回復烏伊貢出來隨便逛一下，哪怕找一個雪地買2瓶啤酒就地而坐，那也是一種難得的氛圍。快樂與否，不都是自己所賦予的嗎？就像阿甘他媽說的 Life'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. You never know what you're gonna get. 好，這次行程我們正式結束了，師徒2人要分別了。好，他要去雅庫茨克，然後我明天要飛基洛夫斯克。OK。Мой друг новый Ленчин. Пока, я домой. OK。И вода шифу.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. Вода шифу. Вода шифу. Спасибо. OK。Вот так. 那，哎，很標準。